爺爺活到100歲高齡的秘訣，就是他堅持不懈的每天運動。但是這樣的運動也為他帶來了孤寂，他的長壽把他的周邊的朋友都給熬去了。爺爺曾經告訴我，他現在非常的寂寞，所以想要把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讓我們繼續接着看老兵的故事。2. 軍人世家軍官教導營結束後，本人奉派第90炮兵36營第3連任連上少尉前進觀測官，調少尉亦算升官，總算離開1年餘準尉，做一個真正帶兵革命軍人。少尉前進觀測官是指揮全營炮兵射擊任務，官位並不高，但作戰時權力相當大，也是炮兵中的靈魂。炮兵營駐地在基隆第一碼頭某倉庫，大約有半年時間，因沒有場地操練，整日都在上課，有分國校、國中班，教官均由连上長官擔任，士兵教育程度很低，多數只有國校水準。我亦擔任教官之一，負責教數學與代數。我的數學、代數、幾何亦是從自修及補習中學來的，現買現賣還能勝任。基隆離台北很近，有2位叔父住在台北市，常利用假期回台北市探望他們。有一次談到先祖歷代情形，才了解到曾祖父在滿清時代是一位赫赫有名大將軍，每一代都有軍人身份，原來我們是正正確確的軍人世家。僅將本家歷代軍人身份情形詳述於後。曾祖父符鴻生事跡，幼年家貧，僅讀私塾及長壽雇傭牧。一日牧牛於野，陌間假寐，夢見紅衣老人說言：喂，今國家多事，何不出為君父分憂？豈可在此貪睡乎？醒而憶之，悟其庸牧終非善策，毅然投效清軍師馮公寶，布任火頭軍。當時沿海黎民盜匪未患，每逢作戰視死如歸。某次戰役中，叛軍弓箭火炮密集，官兵俯伏或避入艙內，不敢應戰，士疏危殆。祖父自艙內出現，冒險點燃火炮，將叛軍指揮船擊沉，轉敗為勝，受擢升5長。每次戰役急功，迭次升遷。其長子何勳隨軍作戰陣亡而忘私，未與旁顧，官兵受其精神感召，一家奮力作戰，又獲全勝，論功升遷，京口參將。其性格親民愛物，恪盡辛勞，正升文於朝廷，擢升衛鎮威將軍，繼升潮海營署理，廣西太平府、鎮南3關鎮守使。清朝官職為總兵勇巴图魯會及金之總司令，出入有100位以上兵勇常排護送，為海南島清朝唯一武將，備極光榮，沒於任上。祖父符和彥共有6位同輩分兄弟，老4和雄曾在海口市任保警隊長，老6和西在鄉鎮任鄉長，為祖父備知軍人身份。父親輩12位兄弟，老6符樹勤，從抗戰時期任少校軍官，來台後從少校轉任區公所課員，退休領取終身俸給。老7符數量則稱之為七叔，黃埔軍官學校第4期畢業，抗戰期間已當上校軍官，抗戰勝利後奉派為廣州市警察局海狀分局長。撤退來台時，警局員警編入軍隊，隨軍來台，在台灣經過國防部審核關階，仍為陸軍上校，並分派職位至退休，領取終身俸給。本人同輩分兄弟有男孩26人，女孩18人，除自己是陸軍軍官學校25期畢業，曾任炮兵連少校連長，後轉任文職8職等退休外，尚有堂弟符國傑，也有軍中服役少中尉。如我們在台叔侄合照，從曾祖父傳至第4代國字輩，已傳育近100位符家人。如果再加上國字輩子孫們統計，目前在世者已達100餘位。符家非但軍人世家，尚且子孫滿堂，不過都散居海南島、廣州、台灣、馬來西亞、香港、加拿大、歐洲等各國。我們符氏家人枝葉茂盛，源遠流長，乃是得到祖先之庇佑也。3. 戰場演練。1953年初，部隊接收新裝備，好似1952年底又獲得美國援助，部隊武器以及個人裝備全部換新，並成立軍團炮兵指揮部，有3個炮兵營，均屬155公里以上重炮，威力相當強大。同時亦成立師炮兵指揮部，也有3個炮兵營，都是15公里以下中型炮。本第9師炮兵營番號為34、35、36營，而2個營配備15公里炮，1個營配備75公里口徑山炮。
所謂山炮，乃用於山地作戰，如遇到山嶺地區，則用人力搬運進行山地作戰射擊。本營屬於山炮營，有12門75山炮，一個連配備4門，12輛大小軍用汽車，約100位官兵，威力相當強大。換裝完成後，隨即進行作戰演練。記得從42至43年間，不停地操練或實彈射擊，配合步兵師作戰攻擊，以及陸海空三軍作戰演練。走遍台灣每一個鄉鎮、每一個射擊場所、每一個地區角落，所到之處紮營，最久時間不會超過1個月。自將局勢變化和當年演練過程分段說明如下：一、協同作戰可能是受韓戰、抗美援朝影響，整個國家都在動起來，政府明的暗的都在進行敵後工作，只求有意願者分派任務。陸軍裝備已全部換新，個個人飽馬壯，整個部隊天天都在操練。最辛苦的應該是行軍，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來回不停，時常3天3夜行個不息，一面行軍，一面演練作戰，攻擊假想敵人。我們炮兵要配合步兵師行動，以炮兵支援步兵攻擊，有時候要真的實彈射擊，聽到炮聲轟轟，相當危險和可怕。如果沒有作戰演練，只是行軍的話，步兵是走在前，炮兵跟隨在後，而且炮兵有車輛可以坐，不用走路，幸運太多了。2、登陸作戰。登陸作戰演練是先設定海岸線一處為假想目標區，該區域內居民必須先行撤離疏散完畢，以陸、海、空3軍配合作戰為目標。一般先行空軍對該區域轟炸，再以海軍艦炮對該地區轟擊，後為陸軍步兵搶占灘頭堡。近來每年均有舉行一次演練，炮兵必須在步兵占領之後始能開始搶灘，所以炮兵大部分無法參與，只有用火車鐵道裝載演練，或以大型登陸艇演練上下，因此多數都利用換防機會演練。炮兵要裝在火車上利用鐵道運輸不是簡單的事，一個營12門大炮，整100輛汽車。6、700位官兵從高雄上車到基隆市上船，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必然會困難重重。當年台灣鐵道上時常看到火車載運大炮，車輛及阿兵哥來來往往於高雄、基隆之間，正是炮兵作戰行動演練。3、充實學識。1953、1954年間，國軍政府積極籌備設立各種軍事學校，強化官兵技術和領導教育。陸軍方面，除陸軍軍官學校外，步兵有步兵學校，炮兵有炮兵學校。炮兵學校內還有高級班、初級班及專門科技測量班、繪圖班等等。步兵學校地址在高雄左營，炮兵學校地址在台南4分子。分派階級不同官員進修和職務不同人員技術知識培養，接受半年或3-2個月科技訓練，以充實軍官學識。本人曾在炮兵學校初級班23期，1953年8月3日至1953年12月10日受訓，後又進入測量班，1959年5月3日至1959年9月10日專科培養訓練。至目前為止，所設立之各類軍事學校仍然存在，每年照常舉行招生，只是年來大量裁員，官兵名額減少，辦理情形不甚詳細。4、輪外島。部隊2年來不斷訓練，台灣中、南、北地區設有3大實彈射擊靶場，官兵日日不停磨練自己，體能技術都增進不少。部隊已成能戰善戰、訓練精良的部隊。有出兵援助遼國平息內亂未正。嗣後國防部定出每2年外島輪調制度，規定駐防外島部隊滿2年就調回台灣休息和訓練，由駐在台灣部隊調往接換。第9師暨炮兵指揮部3個炮兵營於43年秋奉命調往澎湖，負責防守澎湖任務。4、儲備幹部從澎湖調回台灣後，本部隊駐紮在台中古關。古關是從豐原通往花蓮橫貫公路起點，一個很重要關卡站，也是山區一個小鎮，有許多民房、觀光旅社和幾年前所蓋柯南式旅批營房。營房僅能容納一個營部隊居住，作為等候進行山地及寒地訓練預備位置。僅將1955至1961年國家所推動的各項儲備幹部措施分述如下： 1、調升中尉軍中官員調升有一定規例限制，尉級官員晉升上階級者，必須本階服務滿2年，服務績效良好，上階有出缺，需要人員遞補，且經過人評會議評定，始能晉升。本人少尉已服務滿2年，幸運地於1956年晉升尉中尉觀測官。中尉觀測官與少尉又不同，他配備有吉普車1輛，駕駛兵1名，無線電通信兵1名，平時要注意他們的保養和管理，暫時成為單獨行動作戰小組。
對聯營方面戰況要聯繫和協調，負責指揮火炮射擊，並要熟悉駕駛和通信技術。本人於部隊演習時，經常利用演習機會以學會駕駛吉普車，並熟練無線電機使用。這是上級要求各級人員精進各種戰技，預備真正作戰人員傷亡時可以繼續進行戰鬥。2. 山地訓練。山地訓練的目的是要使部隊官兵人人都能在崎嶇高山峻嶺間行走前進，通過本領和能力，倘使遭遇到各種險惡地區，能夠運用爬山越嶺技能戰勝敵人，打敗敵人。這也是儲備山地作戰官兵。不過山地訓練，官兵們先要有健壯身体、堅強的意志和膽量，使能接受訓練成效。因為山地是沒有道路，只有羊腸小徑掛在半山腰中，甚至連羊腸小徑都沒有，全依靠各種技能爬越過去。訓練時間1954年底1個月。訓練項目有斷崖繩索下降、繩索攀登、絕壁間架設繩索、女山火、吊橋通過、繩索流繩滑行、山地行軍、山地情報傳遞等等。來回反復練習，必須人人熟練。本人有一次絕壁行走，通過發生過極大危險，起因於臨時發生懼高症，要通過地段路寬只容納一個人身，長約10公尺左右，是在半山腰中。當走到一半時，眼睛向下一看，山底下有100餘公尺深，雙腳一軟，一陣頭暈，差一點整個人掉進去。慶幸身旁石壁間有一條樹根，右手及時握緊，否則掉下去早已粉身碎骨於山谷底。第9師分批完成山地訓練，後來大家都稱為山地師。山地師亦即特種部隊意義。3. 寒地訓練。寒地訓練為期1個月，1961年元月份在台灣合歡山舉行。合歡山位於台灣中央山脈最高點，亦就是古關通往花蓮橫貫公路中間處。每年12月至2月份天氣寒冷，就有下雪及積雪情景。國軍在該山嶺山坡中已開闢完成滑雪場地，並建造2棟可居住上百人員保溫房屋，作為訓練冰寒地帶作戰官兵之場所，而且一切設備甚是完整。不過下雪季節不多，一年當中只有12月至2月有雪景。部隊訓練一年只有3期，每期1個月。接受訓練，官兵由於居住場地與下雪季節限制，所以只能在部隊中擇派優秀青年官兵參加。本人能分派到參加寒地訓練，深感榮幸之至。唯一遺憾是當月氣候暖和，下雪情形不多。幸得上個月下大雪，積留下厚厚一層雪景，讓我們嘗試雪地戰鬥和生活滋味。我們首先學習雪橇使用技巧、雪地實彈射擊技能、雪地攻擊方式、雪橇運送傷患、雪地中求生存等等。至第3周才看到雪花飄飄，連下1星期方終止。4. 國防特考。1961年間籌備舉辦國防行政人員特種乙等和丙等2類考試。考試的目的，乙等主要在儲備重要基層幹部。行政院有明文規定，乙等考試及格者在大陸得擔任縣市長職務，為縣市長任用資格儲備人員，同時又具備公務任用資格，並以兼任官起計，相等於國家高考，每2年舉辦一次。報考者要繳交大學畢業證書或3軍軍官學校畢業證書登記與檢驗，實准參加。丙等考試相等於國家普考，報考者要繳交高中以上畢業證件作為登記與檢驗。考試及格後，乃具備公務員任用資格，以委任官起計。公務員官階分為檢任官、薦任官、委任官3類。檢任官相等於軍人將官，從檢任10職等至14職等；薦任官等於軍人校官，從6職等至9職等。委任官等於軍人、尉人軍官及5職等以下者，又委任分為15級，從1至15。初當公務員得從1級幹起，要15年後才升到薦任。當時國家舉辦國防行政人員特種考試，完全是適應國內社會需求，因為軍人待遇與社會上公教人員待遇差別很大，顯得非常不公平。公教機關、學校本省人多，大陸來台人員少，也很不平衡。人員除待遇外，并另有職務加給和加班費可領，軍人只有薪俸。為拉平這現象，促進平均發展，特以國防行政人員特考，協助即將退休與樂意轉業軍官轉任公教人員，充實地方上基層幹部。本人從軍已10年整，得到許多禮遇，由長官們愛護和照顧，已晉升至中尉，但難免受社會風氣所影響，為自己前途出路，改善自己生活，對國防部行政人員特考感到興趣特別濃厚，報定是必經之路。1963年第1次舉行考試，因部隊演練和調動來不及報名。第2次1965年舉辦，雖然有報名參加，但準備不足，
所考題目全部是大學書本中題材，連題目都不懂，從无下筆。第3次1967年，雖有用功準備，終於順利考取國防部行政及技術人員乙等特種考試，取得乙等考試及格資格。5. 戰火洗禮，調防金門。部隊1955年間從澎湖調回台灣才1年多，1956年7月又調往金門。金門是台灣之前線，與澎湖不同，也是最危險戰區。在前線地區，隨時都會成為戰場，要有作戰準備，官兵要有為國捐軀不怕死精神。這次調防造成我與女友交往中斷，存款衣物全部斷送，晉升上尉受阻等等，造成嚴重損失。女友交往時間並不長，只有短短幾個月，交情並不深，沒有到卿卿我我難捨難分地步，只是含情脈脈，心心相印。幾次單獨會晤談心，發自內心喜悅，互相表達愛慕情懷。臨走時，他親自送交我一張4寸半身相片，背面題字為“寶哥留念，永久保存”，自認為是第一個女朋友，也是一生中唯一的女朋友。春人交女朋友多麼不容易，回憶，它會勾引人對往事思念。此刻的我，心中思潮起伏不定，好想念你啊！國防部在調防金門前1個星期下令，不得攜帶眷屬同行，官兵不得攜帶任何行李，只準備作戰背包中衣物。這時才感覺到可怕，看來應沒有回台機會了。本人在大陸積存整年薪餉，因當時使用光洋銀幣，攜帶不便，在海南臨高市換購金鏈1兩重1條和衣物1大箱。中尉晉升上尉，依規定，只要中尉服務年資滿2年，有上尉缺即可晉升上尉。但調金門後又碰上戰爭，拖延至1959年底回台，1960年始升上尉。中尉耽誤了4年，深深影響到自己前途，婚姻也受阻，殊感可惜。823炮戰。823炮戰使金門成為中國歷史中重要戰場，即使在全世界的戰爭史上，也是有名的戰場。自1958年8月廿3日打到1959年5月間，炮戰打了將近整年。在金門一個小島，落彈80餘萬發，平均每1平方公尺的土地落彈5顆，把5顆大炮彈放在一起，排都排不下。一個人在這樣戰場中，有今日不知明天，還會想念結婚成家嗎？還能想考慮前途和晉升嗎？部隊1956年調防金門，至1958年底已屆滿2年，原本應8、9月間輪調回台，適逢8月廿3日發生炮戰，拖延了1年。炮戰結束平靜後，是調回台灣，一共住了3年多。這是生命中一段最重要歷程。823炮戰開始後6個月裡，每天24小時轟個不停，好像天崩地裂一樣。尤其金門被大陸3面包圍，呈孤形狀態，只隔3-5海里寬海灣。對方調動全國幾百門大炮，陳列在對岸，集中向金門一點射擊。炮彈在空中交叉飛舞，閃光照亮半邊天，經常是不知道從何方打來。金門土地幾乎翻了3番，平常青綠色地面變成一片焦紅土。第1天大家都沒有準備，如太平時代一樣，運動的運動，娛樂的娛樂，散步的散步。晚上5時左右，正是用晚餐時間，突然天崩地裂，對岸炮兵突擊金門，整個島上彈如雨下，造成傷亡最慘重的一天。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當時在涼亭中陣亡，一連3天任由他炮轟，我們不做任何回應。他們以為我們已被炮彈所消滅，可以出兵登陸了。可是第4天起，我們的大炮天天都還擊，越打越勇，形成雙方天天都進行炮戰，甚至海戰偶爾也會出現，但都被我海空軍趕走。炮戰1周後，派往台灣受訓各軍事學校駐防金門部隊官兵，或金門部隊在台灣度假探親人員，縣令一律及時趕往澎湖報到集中，待命派遣護送返防金門。本人當時正在炮兵學校測量班受訓，次日坐軍機飛抵澎湖，在澎湖集中約近幾千人。
隨即乘坐3艘海軍中型登陸艇，並有3艘軍艦護航反防金門。8月9日傍晚，抵達金門廖羅灣外海，船還未靠近岸邊，炮彈已陣陣打過來，落在船的前後左右。幸好我們的船並未中彈，但也沒有辦法下船，只好在外海徘徊。到夜間3時左右，從廈門港內開出12艘中共魚雷快艇，與我3艘軍艦交戰。海戰延續約近1小時之久，被我軍艦擊沉8艘快艇，其餘4艘負傷逃回廈門港。天方亮時，發現我護航艦1艘受傷，呈30度傾斜不能啟動，由另1艘護航艦拖行，1艘執行護航駛返澎湖整頓修理，與3艘登陸艇官兵重返澎湖等候。過了3天，第2次再行運送官兵回金門，這回情形又改變了，是3艘大型運兵登陸艦，每條艦肚中裝有10餘輛水陸兩用戰車，仍由3艘軍艦護航。只到達廖羅灣外海，官兵們分坐進水陸兩用戰車上岸。當時仍有陣陣炮彈在落，已無所謂了。兩用水陸戰車登岸後，直接開往太武山山洞，官兵時分別返回自己部隊。本人部隊第9師駐防小金門，小金門更靠近大陸，離金門上有一道海，所以第9師部隊官兵約300人，又要乘幾艘水陸兩用戰車與炮彈專迷藏。從大金門開往小金門要40-50分鐘才能到達。1個月後，炮彈濃密度仍然很高，船艦無炮進行應付。金門部隊10餘萬官兵眼看就要斷糧，後改派我運輸機每天空投補給。除糧之外，還有很重要、很大數量的地洞中使用炊具和生活必需品。投了一段時日，曾有多次對岸空軍出現干擾，在金門高空與我護航機群纏鬥，互相開火，被我空軍擊落多架，我方亦有受損，在金門官兵都可以親眼看到，亦為人生之樂事。最後又改用水陸兩用戰車運補，後來從美國運用4門28英寸大炮，裝置完成開始還擊。據聞炮彈落在廈門鐵道附近，必然受到重大破壞或嚴重傷亡，使對岸發出大鳴大叫，說台灣使用原子彈轟擊大陸。此後炮戰情況時轉弱，一天之中斷斷續續，停停打打，打了一段時間，宣稱單打雙不打，就是逢單日才有炮擊，雙日停止炮戰。過了2-3個月，又宣布停止炮彈攻擊，只打宣傳彈，只用空殼內裝宣傳資料炮彈。宣傳彈又打了一段時日，才自行停止不打，結束823炮戰。在這場戰役中，本人第2週即回到小金門部隊，進駐陽山觀測所。陽山是小金門最高的山，山頂上設有最堅固碉堡，由坑道通往地下室，是一個非常重要炮兵指揮作戰中心。由本營3位觀測員及9位通訊士兵共駐，輪班值日，一天24小時觀測對岸中共活動狀態，與指揮引導我炮兵還擊任務。有時還要擔任第9師炮兵指揮部24門105大炮還擊，直到戰事結束，獲得部隊長官嘉獎炮戰有功，記大功以次，及國防部頒發虎贲勳章以作。據說國防部發表戰後統計資料，金門駐軍包括陸海空3軍，在這一場戰役中，陣亡者2000餘人，受傷者2萬餘人，傷亡相當慘重。金門炮戰勝利，應得力於金門地形地勢。金門整個島中央地帶是太武山，佔全島面積1/3地區。太武山又是最堅硬的花崗石所構成，已築成各型各類地下室，而且打通地下隧道，四通八達。除太武山外，島的4周又有許多小山丘，也已築成各個陣地碉堡。炮戰一開始，官兵均進入地下室，以碉堡為掩體，以地洞為起居作息之所，安全無虞。所以炮戰雖然非常激烈，但傷亡並不大。如果不是有地下室與坑道躲避，在地洞中生活，恐怕在炮戰初期就被炮彈所殲滅。3. 思念成家部隊中，官兵自從大陸撤退抵台前幾年，即1956年前，未準備回大陸，國防部命令一律不准官兵結婚。從大陸上攜帶眷屬來台者，均集中租屋居住某一特定地區，以免連累部隊反攻作戰行動。過後情勢起了變化，官兵年齡亦漸大，
國防部使開放官兵可以結婚成家，居住也不受限制，可在營區附近租屋居住，租金由政府定額補助，解決官兵成家問題。年紀成長是人生變化最大關鍵，婚姻是必走之道路。本人10年已近30，正深盼着成家，在親朋好友中不停地介紹對象，想成家另一個目的是希望以成家為理由能夠追還被人侵吞多年積蓄。自從來到台灣後，由於單身在軍中生活，每月薪水均落在叔父和一位鄉親手中，以標會積蓄為名，每月2次，每次繳800-900元。40人集會只有繳會費，最後要標會時都早被他們標用，要他們還錢，都說你結婚成家就全部還你，暫時替你保存，結果找不到對象，婚結不成，錢也要不回來。拖到民國1964年，35歲結婚成家，可是他們一人使用我3-4萬元，1毛錢也沒有還給我。民國40-50年代，1萬元是多麼大的數目，好令人心痛。對遲婚原因，調房金門為其一，主要是當時社會風氣所迫也。環境所困。炮戰結束後，我們第9師於1959年7月換防，調回台灣整補與訓練。其實台灣社會風氣非常特別，官兵都急於成家或謀職，一心想脫離部隊，轉業公教人員。可是社會環境不調和，60萬軍人男性，台灣本省女孩子有限，如何配合協調？況且軍人待遇微薄，東遷西調，住無定所。台灣老百姓都不希望女兒嫁軍人，尤其阿兵哥都是大陸人，更不歡喜嫁阿兵哥。社會上有句很流行本地話，阿兵哥錢多多，娶吳某，意思是有錢娶不到老婆，所以軍人要找對象非常困難。加上學校教職員及公教人員待遇比阿兵哥好太多，除薪俸外，還有職務加給，加班費可領，有軍人薪水2倍。公教人員不分省級，找對象又非常容易，大多數女孩或家長都樂意嫁公教人员，造成軍中反感，自覺地位低落，比不上公教人员，引發軍中士氣散漫，轉業或脫離軍職者相繼而起。我就受困於這樣生活環境、社會風氣之下。自金門回台，經親朋好友介紹，有幾十個女孩約會相親都未能成功，80%為家長反对而作罷。曾一度對婚姻厭煩至極，本想終身不娶，不再進行相親動作，以軍隊為家，直至終老。可是第2年，亦即37歲那年，緣分到來，結識徐淑芳小姐，很順利就完婚，完成終身大事。發憤圖強。由於當時社會風氣不良，成家困難，又時而聽到反攻無望論之新聞和言論，覺得在軍中服務無法拓展個人前途，應奮發圖強，另謀出路。其唯一可走路線就是國防特考，要先考取具備任用資格，使能轉任公務人員，當個公務員就可以成家，才能養兒育女。故從部隊返台後，決心重拾書本，立志向上，不再參與一般社交應酬，或做無益遊戲或浪漫行為。1965年參加特考未能考取，每2年一次的特考1967又將來臨，時間上已來不及準備，只好放棄參加，定目標為1969年特考，還有3-4年時間準備，一定考取再設法轉業。僅將1961年至1969年生活變化暨奮發讀書情形敘述。於後晉升上尉，本人1955年晉升中尉，中尉任期已達5年，至1960年開始升上尉。其主要原因是部隊駐防金門，前線戰地依規定不能升遷的，且亦沒有上尉階缺，所以大家都只好啞巴吃黃連，苦在心底。部隊雖然換防回台，但上階出缺仍很不易，不能上升會影響到整個軍中士氣。因此或許國防部主意在連的階層增設炮兵連上尉副連長編制，讓炮兵中尉們一個出路，以報答炮戰有功績人員。我就在這樣情形下晉升為炮兵35營第3連增設上尉副連長。所謂增設副連長，就是一個連有2位副連長，原來副連長為第1號副連長，增設為第2號副連長。第1號副連長負責全連官兵管理與訓練，第2號增設的只是協助第1號而已，減輕了許多責任，促進我讀書機會。經常是足不出門，自己關在房中看書，連長、副連長都有單獨小房間。況且上官隊部屬讀書看書是不會責怪的。營長有一次巡視，發現我看的都是大學課本書籍，還大大嘉許一番。不過時間短暫，對考試幫助仍感沒有把握。再調澎湖。澎湖位於台灣與大陸海峽之中，距離台灣較近，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時台灣要保護防守馬祖和金門，
亦必須以澎湖作為中間補給站，它是一個很重要外島。澎湖面積並不太小，有幾個鄉鎮和許多小島嶼，它不是前線，只是台灣的外島，是台灣防衛上最重要的環節，是金門、馬祖補給站。戰爭期間，以澎湖作為三軍補給點，成為我海空軍支援金門、保衛前線作戰基地。澎湖除防衛司令部防守兵力外，經常有1個師以上部隊協助防守。澎湖居民生活指春季可以種植玉米、地瓜、雜糧，其他3季風沙很大，不利種植，沒有水田種稻米，沒有工廠生產，大部分居民都以捕魚為生。年輕人多到台灣高雄謀職，或在馬公市經商。馬公市是澎湖唯一重要市鎮，有新市場、新樓房，經濟相當繁榮。尤其是炮戰期中，增加許多軍事設施，如建設有東南亞最大雷達站，可以收集廣大地區海空活動情況，包含福建、廣東、上海地區一切軍事活動。還有個軍事機關設立，促使澎湖更加繁榮，地位亦更為重要。本人部隊於57年再次調防澎湖，這次不是住監門，而是住在馬公國民學校中。該校好似不再是做學校使用，內部已全面整裝成為兵營，為官兵住宿作息營地。我10位上尉增設副連長，奉命帶領3人小組，配合澎湖防衛部，負責防空情報搜集傳遞作業。地點靠近澎湖防衛司令部附近，住在一家破舊香客稀少寺廟中，內有2、3個小房間，讓給我們3人小組成員居住與作業，飲食在澎衛部搭伙，已完全脫離部隊生活。